这件5代越窑秘色瓷莲花碗，如果你对木乃伊的制作流程和制作工艺感兴趣，那么问题来了，3个导游都在你的面前，你最后会选择谁呢？观众老爷你好呀，我叫本来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就将和你一起共享视角，一起前往苏州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以及北京的大运河三庙一塔，一起去体验 AR、AI 和 MR 导游导览。我们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评分，共同选出最有用的那个文旅外挂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到的是苏州博物馆。这个 AR 眼镜呢，外观上一看就是很酷很吸睛的，并且科技感十足。那我们怎么玩呢？首先当然是在工作人员的教学上带上它，然后呢拿好手里的这个导览路线图，一路沿着路线去找点位。那这些点位呢，往往都是重点展品，他们会放在这样的一个玻璃展柜中，所以是很清晰很好找的。找到点位，我们只需要讲打开第27个。这件5代越窑秘色瓷莲花碗，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发现于虎丘塔。为我们讲解的这位呢，就是苏州博物馆的设计师、建筑大师贝聿铭。那他的讲解词里也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以及一些真情实感的感悟，所以说我们听着听着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，而且这些讲解词信息量也很丰富，专业度拉满了，感觉就是像在听一个优秀的真人导游一样，可以听得津津有味的。美中不足的是，由于每一个讲解词都非常用心，所以反而有一点分不出主次。其实呢，我们是到第20几个开始才会是出现这种国宝级的展品。那如果说我们前面就因为听得太认真太用心呢，反而说到这个国宝级展品开始就会出现一点小疲劳。你觉得这个 AR 导游怎么样呢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的是上海博物馆。现在呢，什么东西都得搭上 AI， 文旅的导游导览自然也不例外。您好，我是小可，您的博物馆 AI 数字人导览员，我在这里为您提供古埃及文明大展的讲解和咨询服务。这个 AI 导游呢，相比之前的 AR 眼镜，它有固定的路线，就会显得更加的随意。请推荐几个必看的展品，我看了过后才不虚此行的。您好，我推荐您重点参观以下几件展品。是不是觉得他会指路带你往下走？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我并没有使用 LBS 或者其他定位技术。实际上呢，它不仅没有任何的指引，并且机器里提供的展品列表也与实际的展陈顺序有出入，所以呢，整个过程反而变得很随机。你需要走走看看，想听哪个扫一扫，有就能听到。语音方面的这位 AI 就显得太嫩了，相比豆包这样的 AI 前辈。你说的应该是埃及的石棺吧？那可是古埃及人很重要的丧葬用品呢。这些棺盖不仅在视觉上精美绝伦，而且在技术和材料的使用上也体现了当时的高超工艺。棺盖通常采用人形设计。他说话呢，不仅是念稿感十足，非常的机械，并且呢，还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，一讲就是一大堆，忘了还需要跟前面的用户进行互动。说实话，我们作为一个游客来到这里，其实是踏入的一片未知领域，所以相比我们自己很费神的去思考到底该怎么规划路线，到底要怎么问出一个好问题，那我们更想的呢，其实是有一个很懂的人能够带领着我们，给我们进行讲解。好了，你觉得这个 AI 导游怎么样呢？最后呢，我们是来到了北京的大运河三庙一塔。虽然景区宣传的是 AR， 但它实际上呢是 AR 加 VR 的合体 MR。AR 的部分呢，它提供的是指路和指引。VR 的部分呢，它能带领我们穿越到水墨世界中。怎么玩的呢？首先它是有一个独立的 App， 我们在正式的游览前是可以预览整条路线的。进入体验之后呢，会有一段 CG 动画来引导我们进入剧情。随着我们在景区里前进呢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NPC， 这些 NPC 会发布任务引导我们去下一个景点。不过这会儿酒贩老朱不在，紫清宫门会落锁，据说开门的方法就在紫清宫门口。也会在对话之中和我们讲一讲这些古建筑和周边的人文风情。看这位客人面生，想来可是初到此地。我们正在准备开槽节，可眼下人手有些不足。
您初到此地有所不知，这开槽节可是我们这里独有的大型文化活动。整个体验呢是充满了互动感。那我们每到一个点位呢，就会触发关卡进行一些小游戏，像清理这个石狮子啦，还有说来拼装一些古代的农具呀，以及说我们点这个孔明灯来许愿呐。总的来说呢，它就是把旅游变成了在线下参加户外综艺节目一样的感觉，非常沉浸也非常好玩。但就是因为这种过于沉浸，反而让我们的注意力一直都放在手机屏幕上，缺少了一点跟周边的现实环境的链接。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慢慢走、慢慢去感受景区环境的一个人，那么会感觉这种方式呢，反而会让你感觉跟现实有一点点的抽离。你觉得这个 MR 导游怎么样呢？好啦，这3个导游之中呢，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呢是苏州博物馆的 AR 眼镜。它不仅呢路线非常的清晰，并且讲解既有深度又有温度，真的让我有一种一直被陪伴的感觉。那当然了，这只是我的个人感受，所以现在该你啦，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后选择的导游是